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如何使用 DataView 來顯示進度條的方法。我們可以按照進度的百分比來顯示不同的顏色。最後再來介紹如何使用 Template 的腳本來快速輸入進度。在影片裡面介紹的方法適用於閱讀筆記的閱讀進度，或者是工作筆記需要記錄專案的進度。今天介紹的這個 DataView 的進度的方法，可以增進我們對於整個進度的容易閱讀的程度，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一目了然的很快速的了解整個進度的狀況。以下就先來看一下 DataView 的進度條到底要怎麼來使用。今天介紹的进度条的顏色配色是參考 Minimal Theme 裡面的設定，也就是10%到30%是使用紅色，40到50%是使用橘色，60到70%是使用黃色，80到90%是使用綠色，然後100%是使用藍色。基本上进度的百分比是使用這樣子的顏色來做配色的。以下就來介紹进度條的 HTML 標籤它的語法。DataView 裡面的進度條是使用 Progress 這一個 HTML 的標籤來達成的。Progress 標籤的屬性很簡單，基本上我們只要設置 Max， 這個就是它的最大值，再加上一個 Value， 這個 Value 就是目前的值，只要設定這兩個屬性就可以了。比如說你現在的進度是做到了一半，那也就是這個 Max 就可以設成等於100，這個 Value 就等於50，因此你就會看到這個進度條有 50% 的內容會填上你需要的顏色。為了搭配這一個進度呢，我們在頁幕區裡面增加了2個欄位。第一個欄位叫做 Current， 它是表示目前的閱讀的進度。第二個是 Total， 它表示整個進度的總數的值。以下會使用書籍的閱讀進度來做展示。Current 表示目前已經閱讀的頁數， Total 就表示這一本書的總頁數。比如說我這一本書總共有300頁，那目前讀了一半，因此我這個 Current 就是150。由於我們有這2個值以後，進度的完成百分比就會是 Current 除以 Total再乘上100，它就會變成是小於等於100的數值來表示進度。这個計算可能會有小數點，因此在最外面再用 round 的函數做4捨5入到整數的計算。因此進度的百分比呢就是用 round， 然後裡面的計算呢是 current 除以 total再乘上100。如果我們再加上 Progress 的標籤以後，那它的整個在 DataView 裡面的寫法就是使用字串的寫法，然後把這個計算的公式用加號給加起來，讓它形成一個完整的 Progress 的 HTML 的標籤。接着這邊就是完整 DataView 的一個寫法，就是使用 Table 的語法來建立 DataView 的表。要出現的第一個欄位呢是目前的進度，也就是 Current 這個欄位，然後第二個欄位呢是 Total， 表示全部的進度。接着就是進度的 HTML標籤，也就是 Progress 這個 HTML 標籤，它的 Max 是100，它的 Value 就是用 round 計算出來的數值，然後它就會形成了 Progress 的整個字串，在 Progress 的最後面再輸出數值跟百分號，然後把它當作是 Progress 欄位。那為了測試方便，我是從 Test 標籤裡面把內容給全部選出來，來看一下這個 DataView 它呈現的樣子。我在7個筆記裡面設置了 Current 跟 Total 這2個欄位，它的數值分別都已經設定好了。後面這個 Progress 呢就會使用 Progress 的 HTML 的標籤給呈現出來。那所以大家看到這邊的這個內容就是使用剛剛的 Progress HTML 標籤給呈現出來的一個樣子。這個就是最後呈現出來的進度條的一個樣貌。接着再來介紹如何快速的輸入頁幕區欄位的內容。現在要在頁幕區裡面增加 Current 跟 Total 這2個欄位。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筆記的開頭的頁幕區輸入 Total 跟 Current 這2個欄位，再把它分別的數值給填進去就可以了。但是我們如果每一次都要用手動的方法在頁幕區裡面找到這2個欄位，然後再來變更它的內容，這樣子的效率不是很高的。那比如說 Test 這一個筆記，它這裡面的欄位呢有非常多，要在這麼多的欄位裡面去找到 Current 跟 Total 是比較麻煩的，因此就透過 Template 腳本來寫了一個快速輸入的對話窗。透過這個對話窗就可以很快速的來輸入需要的欄位，有其他的欄位也可以比照這樣子的方法自己來寫快速輸入的腳本。我先把這2個欄位給刪掉，然後再來執行寫好了的腳本。這一個腳本我已經把它加入我的 Template 的腳本清單裡面了，我就點擊我設置好的快捷鍵，然後直接執行這一個 Page Read。那這一個就是我的 Template 快速輸入的腳本。首先它會判斷我頁幕區裡面有沒有 Total 這個欄位，如果沒有 Total 這個欄位的話，它就會先要求我輸入 Total 的頁數。假設我這個頁數是350頁，按 Enter， 然後接着它就會讓我輸入我目前的閱讀進度。假設我已經閱讀到了第150頁了，
那就輸入150，再按 Enter， 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欄位已經加到研磨區裡面了。這個就是快速輸入的一個方法。下面我們來講解一下 cmd-pageread.md 的腳本，它的簡單的一個內容的說明。首先，我使用 tp.fromMatter.total 由研磨區裡面去讀取 total 這一個欄位。如果它沒有值的話，就會用tp.system.prompt 彈出一個對話窗，要求使用者輸入它的總頁數。輸入了總頁數以後，就可以透過 process FromMatter method 裡面的 file manager 把它的值給寫到 total 欄位。那在 FromMatter 裡面寫入一個欄位的值的話，要用這個方法來寫它。因為 tp.fromMatter 它只能讀取欄位的值，沒有辦法設定，設定就要透過 file manager 來寫。那這個負責寫總頁數的，後面這個呢就是來寫你目前閱讀的進度的，它也是用 prompt 彈出視窗，要求你輸入已經閱讀了的頁數，然後最後再透過的 process FromMatter 把你輸入的值給寫入 current 這一個欄位。那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快速輸入的一個寫法。如果你的閱讀筆記進度經常需要做變更的話，最快的方法當然你就是要把這個 PageRead.md 給它綁定一個快捷鍵。那到時候你需要變更頁數的時候，直接點擊那個快捷鍵，就會立即彈出視窗，你就可以馬上輸入來變更它的閱讀的頁數了。這樣的速度可以快很多。接着呢，我們最後再做一點美化的工作，就是每一個不同的進度需要不同的顏色，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 progress。然後中括號 value 到 V 符號等於的這個方法來設定它的一個背景的顏色。我大概解釋一下它的意思。Progress 就是 HTML 的標籤 ，HTML 標籤裡面它的 value 的值，如果是用1開頭的，或者是2開頭的，或者是3開頭的，就會使用紅色來呈現。那如果是4開頭跟5開頭的，就會使用橘色來呈現。所以基本上都是照這樣子的寫法就可以來變更百分比的顏色了。因為蠻多的，你直接複製解說文章裡面的 CSS 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介紹了 DataView 的百分比呈現進度的一個做法，它可以協助你有需要做進度管控的時候，可以讓 DataView 做更好、更容易閱讀的呈現。同時 Template 的腳本也可以很快速的讓我們來變更研磨區裡面欄位的值。今天就主要介紹這兩個概念給大家。那在下一次我們再來看看 DataView 裡面的這些欄位還可以做哪一些變更。比如說這個數值的欄位我要向右邊靠齊，然後進度條我希望在它的上面也顯示不同的進度的數字。那我們在下一次的 DataView 的 CSS 設定裡面再來跟大家介紹如何來做這一些進度條的不同樣式的設定。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謝謝各位。